这次你还有没有命活着出来？神血！神将！哎呀！你，公子。哎呀！不能上！这西军来了，是李逆，李逆来救人了。什么？就是李逆！公子，走。眼睁睁地看着崔林和何氏逃掉，这西军可不是好招惹的。李逆所遣又都是精兵强将，咱们虽然借了些兵马，但折损过多，咱们也不好交代呀。三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
我来帮你擦。那个山谷地势险要，你知道对方藏了多少兵马？再说了，对方还带着重弩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上天对你最大的眷顾了。石七郎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你说你好好一个武将，怎么偏偏要学你大伯那样，引经据典，整天长篇大论的？我们刚刚攻下潼关，正是谋划收复京都的重要时刻。你要是出了一点点差池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那个何氏他是崔家军中的人，你为了救他这么拼命干嘛呀？谁说我是为了何氏才去救人？你不是为……我是为了救崔公子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觉得你信。行。你说什么都对。哎，对，就这儿吧，赶紧烧了得了。上头可吩咐了啊，要挫骨扬灰。是。怎么这么瘆得慌？是啊，二位大人，这棺木落葬之时啊，阴气重得很。这几日宫里几个人犯了错，被拉了出来，都是被活活打死的。所以乡老传言，有恶鬼作祟。大人，今天死的这个人啊，衣着华丽，身上有好几种绸衣，还有那靴子，一看就非常有钱。您看看这，与其烧掉，还不如卖给我们当钱呢。你们连死人的财都敢发，哎，怪不得总有人使银子，萧江的脑袋想领这份差事。哎，行吧，你们手脚麻利点啊。好嘞，上头说了，得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烧成灰才行。二位请。快换，快换！快来！快走！快点！快走！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，想偷亲我？你有什么值得我偷亲的？哎，你这个人，是我救了你的命哎！你想想，我都救了你多少次了？你对救命恩人这么不客气的吗？皇孙放心，他日如果你有性命之忧，我一定是排除万难，披荆斩棘去救你。得君一诺，敏感五内。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扶起我们的？
我得知洛阳派出了一队轻骑兵，这队轻骑手持重弩，明显是要伏击截杀。我思来想去，忽然想到你们崔家军那个崔离，他曾经找裴元商量过，要伏击崔公子。我想那个崔离未必不会跟其他人联手，对崔公子下手。对，崔离，肯定是他。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能让洛阳的人借兵给他。崔离既然要杀崔公子，那必然得找一个人栽赃陷害，只为凶手。我近在潼关，又是镇西军主帅，不就是最好的人选？想必他也是用了这个法子，去说服我的兄长们借兵。你的兄长，他们竟会如此行事？他们糊涂愚蠢，自然容易被人利用。这世间事不外如是。崔离不也就是你们家公子的堂兄吗？不也一样兄弟戏强？不好，瀛州之事肯定更为蹊跷。公子呢？桃子呢？他们都受伤了吗？还有我的马在哪儿？你不会现在要赶回瀛州吧？我是担心，瀛州乃是我们崔家军的根本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赶紧回去。安莹，你的伤不致命，但你们家公子可能要好好静养一些时日了。你如果执意要赶回去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你能不能撑到跟大军会合，还有没有余力去解救瀛州之事。别着急，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。阿莹呢？公子放心，校尉没事，只是受了些轻伤，不碍事的。那就好。阿醒呢？阿醒呢？公子，阿醒去了。公子，你别难过，护卫公子是我们的职责。但是现在，阿醒不在了，阿醒真的不在了。公子，阿醒也不像你这么难过。我与阿醒都是没人要的孤儿。若不是公子和校尉收留我们，让我们留在崔家军，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啊？能为公子而死，阿醒不会后悔的，我也不会后悔的。我不许你说这些话。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潼关，镇西军的军营，是李皇所。是他带我们回来的。李逆，公子，你先好好休养吧。刚才桃子给公子号过脉，镇西军里的医士也给公子看过了，都说公子伤势不轻，得好好静养。我不能待在这里。公子，事急从权，咱们得先养好了身体，再做计较。此去瀛州还有千里之遥，若是公子不保重，那才是伤了根本，全盘皆失。还有一事，陈醒，还有那些战死的崔家军将士们，劳烦皇孙派人助我为他们收敛安葬。
你放心吧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已经派人收敛了战死的崔家军将士。我知道陈醒是你们公子的贴身亲卫，我命人给他立了碑。等你们崔公子康复了，再亲自去祭奠。阿英，节哀顺变。谢谢。好了，既然醒了，就该吃药了。桃子千叮万嘱，让我千万盯着你吃药，免得伤口化脓。好苦啊！三郎，事后探到了，崔林与何氏被李逆所救之后，正在潼关休养。好不容易伪造了伯父病倒的密函，还将崔林、何氏二人骗出中军，想一举击杀。谁知道冒出来个李逆，现在二人龟缩于潼关，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好你个李逆，就管好事！三郎别急，崔林与何氏的兵马所剩无几，崔家大军也被阻在途中，他们必不可能一直留在潼关。只要我们耐心等待，总能寻得机会再下手。传我命令，就在潼关附近扎营。还有，让斥候严密地探查崔林还有何氏的下落。一旦二人离开潼关，便是他们的殒命之时。是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倒不如哪怕他把我杀了。你听我说，如果能和镇西军一起携手破城，那瀛州之围立时便解啊！镇西军不可轻心，况且西长京，一旦有人知晓你的身份，那是何等凶险的事！公子，孙敬他素为当世奸雄，但他孤傲自大，他绝想不到我和李逆敢独自潜入西长京的。他也不可，万一……如果西长京事起，那瀛州之围必解；如果这是一局真龙，那这一步棋才是棋眼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不会让你去的。公子心系瀛州，但又担忧我的安危，可我居意已决。公子你放心，就算事不协议，我也定能安然而返。阿英，我出言恳求，你能不能不要走？公子，阿英，我实在是担忧你。你若是失陷在西长京，你要我怎么进富顺？你若是真的失陷在西长京，我万死莫赎。公子，我意已决。阿寿，照顾好公子。阿英，公子，你不如拿把刀，现在就把我给杀了，让我眼不见为净。倒也不至于。好，你刚才是告诉我，你打算和何氏一起乔装打扮，潜入西长京，谋取夺城之事。对啊，对呀，你还和我对呀？行，我现在就去找绳子，把我自己给绑了。我也不用父亲来问我自己向那老人家负荆请罪去。我现在就去。不对，我应该把你给绑起来，接送回镇西军的后营去。到了父亲那里，
你就算是要翻天，也不关我的事了。裴大将军的后营距此千里之遥，只要你不说，他就不会知道。着什么急啊？石七郎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现在是镇虚军的主帅，你和何氏两个人赤手空拳就要去闯西长京，要是被孙敬的人发现了呢，那就是狼入虎口，你有去无回的。谁说只有我跟他两个人？我还打算带上老鲍，还有长耳。谁说我们赤手空拳？我们必然会携带兵刃啊！你别给我讲这些，反正我不准许你去。你若不放心，便同我们一起。我更不能去了。对，你不能去。潼关这里需要你守着，你就在这待着，等我好消息。哎，行。潜入西长京之后，你有何谋划？作何打算？没有谋划，见机行事。什么？骗你的！你放心，肯定有谋划。就算出了事，我也会找机会脱身。但是潼关这里需要你，在这儿守着，其他你放心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失陷在西长京的话，我是根本没有办法救你的。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拿你威胁整个镇西军的。那是自然。你放心，万一我真的被孙敬抓到了，我都替你想好了。就说你早有不臣之心，若是杀了我，你裴某必称帝以谢之。我保证，孙敬一定会气死。孙敬没被你气死，我已经被你气死了。怎么了？前方李雪，有人在喊救命。求求你们了，阿娘，你醒一醒，阿娘！臭娘们儿，为了几袋破粮食，你敢咬我？今天不把你剁成几块喂狼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嘿，你爷爷我在这呢！吃爷一掌！原来是孙敬的手下，怪不得这么凶残，不是抢劫就是杀人。哼！阿娘，你醒醒！阿娘，你醒了！阿娘，阿婶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对，是这些义士路过救了我们。多谢各位义士救命之恩。阿婶，不用客气，我们也是路过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那些人也太坏了，不光抢你们东西，还滥杀无辜。那些可都是军士啊，恐怕会有麻烦。各位义士，快离开，到时候就说是我老夫人发疯，才打伤了军士。阿娘，没事的，那些坏人都死了，义士们把他们都埋了，还在上面铺了草。阿婶，没事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为了救老夫人和小女，打伤了军士，倘若是被外人知晓，可是要被官差抓去凌迟的呀。阿婶，你放心，你不说，我们不说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阿婶，天色已晚，快带小娘子回家吧。啊！几位义士，请收老夫人一半。不用，快起来，阿婶。几位义士，那车上都是粮食，义士救了我们母女的命，那些粮食就送给你们吧。不用了，谢谢阿婶。我们出门都带着干粮，你们赶紧进城去吧，再晚就进不去了。来，阿娘。那就多谢各位义士救命之恩，多谢义士。
故乡高义，风骨铮铮，李时期十分倾慕。今日得见，幸甚。十七郎客气了，早就听闻军中传说，说十七郎少年俊彦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不知十七郎冒险入京，所为何事？孙敬颠覆社稷，作乱朝纲，天下苦孙贼久矣。今日请见故乡，就是希望故乡能够联络京中忠于国朝的旧臣士族，与我镇西军里应外合，收复西长京。孙敬此人奸诈多疑，自从洛阳郑国公事后，他对朝中旧臣士族看管得十分严密。实不相瞒，若不是今日十七郎巧计安排，我也很难与十七郎相见了。父亲，您再试试这件。客官，看料子呀。花纹更适合你。客官，您看我们这款料子。客官，您是自己用，还是给府上的亲眷买呀？客官，哦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客官，您可以看我们这款布，今年卖的也很不错的呀。客官，我去看看。攻城乃是军事，只要城中旧臣士族心向国朝，暗中相助即可。届时大军入城缓慢，若城中无人接应，只怕大军入城后反倒大乱。所以要紧街坊各处思局，还要倚仗城中士族，否则民生要害皆尽毁，必失民心。此事自然是可以暗中策应的。城中的仓廪、油坊、水井、渠闸等诸多要害之处，皆在街坊之内。士族大家各自有私兵护卫，到了那时，必定会先行守护周全。多谢故乡。如此看来，十七郎已然成竹在胸，有了破城之计。略有谋划。这种事情十分机密，多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风险。十七郎也不必与我说，到时候我自会照着十七郎的安排，完成十七郎所托付之事便好。您要是不买料子呀，您别妨碍其他的贵客，您说是吧？啊？上口。哪来的仙人？这件倒还合身啊。父亲，干什么呢你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二位客官，一时不察，让这破壁无赖闯了进来。走，走，走。客官，你尝尝我们这茶。今日能与故乡相见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还得多谢你那个继子。能得十七郎一个谢字，也算我不虚此行。清凉爽口的杨梅茶嘞，公子小姐来一壶。还记得我们那日在茅屋下与下饮茶做饭吗？当然记得了。若这一次能够收复西长京，诛杀孙敬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就一起驰马乐游原。只怕到了那个时候，皇孙殿下政务繁忙，有别的要事，早都忘了跟我还有乐游原之约了。不可能，再忙再累，我都不会忘记你，更不会忘记与你的乐游原之约。天子登基了，圣天子登基了，天子登基了，圣天子登基了。哎呀，这新闻写得不错呀，尤其是骂我那段孙贼不死，苍生何辜啊！大都督恕罪。恕什么罪啊？我看好得很呐。这等森严的宫禁，竟然能把一个死了的梁王偷偷弄出宫，然后死而复生，还能在东都登基称帝。这等通天的本事，这鬼神不知的手段，我不知道今晚睡着了以后，明日会不会丢了首级。
大都督恕罪，大都督恕罪。哼，那些可疑的人不需要讯问，统统都杀了。还有那些冥顽不灵的前朝旧臣，也派兵把他们接到宫里来，免得他们蠢蠢欲动。是，大都督，要不要逼9城，禁止百姓出入，好好搜一搜？既然派人到西长京散发檄文揭帖，自然是想扰乱民心，何必要重他们奸计呢？李逆大军逼近，一旦逼城，百姓就嫌乱了，与战事不利。大都督所虑甚是。不过，进出城门的人要严加盘查，城中也要细密搜索，务必要抓到那些散发檄文揭帖的奸细，砍了他们的人头，送到洛阳去，好好吓一吓那个梁王。哼，梁王这个老头胆小，若是真被我吓死了，那可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了。是。愚不可及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此时临淄王和会稽王拥立梁王登基，确实不是时候。我本以为他们好心迎回父王，是想给他压压惊，无非是邀功之举，但我没想到，他们竟在此时拥立父王在洛阳登基，还昭告天下，真是愚蠢。石七郎，情况不妙，孙敬的兵马正在到处搜捕散发檄文揭帖的人。还有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听见里长派人跟店铺掌柜说，所有住店的客人都要仔细查验看河，就算有店铺作保也不行。看来这个地方咱们住不了多久了。虽然我们伪造的看河跟真的没有分别，但是西长京的街坊管得甚严，只要用心核查，还是能看出来咱们的看河有异。大事不妙！我打探到消息，晋军的兵把顾府给围了，我也不敢跟得太紧。公子，公子，幸好小裴将军送来的药材十分得用，从脉象看，您的伤势已经好了7、8分了。等校尉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动身，和大军会合了。公子，什么事？洛阳城有消息传来，临淄王李俊与会稽王李来，在东都拥立梁王登基了。什么？2个蠢货！他们确实心急了些。桃子，出发前我特意叮嘱过校尉，让他务必一路上都要留下记号。你快入京，告诉他要即刻出城。我只怕孙敬知道后会震怒，如果闭城大锁，我担心校尉会有危险。是，我即刻动身。阿叔，你赶紧去联络我们的大军，告诉他们要即刻拔营往南。如果校尉不能出城，我会拼尽所有也要救出他。是。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抓我？放开！我是好人啊！凭什么抓我呀？没想到你这2位兄长如此没有耐心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石七郎，顾小姐来了，请坐。深夜乔装冒险到此，出了何事？竟有时宫里突然来人，说大都督传谕要我父亲进宫去。父亲虽然不情愿，可是又怕连累家人，只好被押了进去。到了夜里，我就乔装成下人，偷偷溜出来，给你们报信。顾小姐辛苦了，不知顾相现在还未如何？我也不知，但
但想当初孙敬没有杀我父亲，想必现在也不会立刻动手。是，顾强声望极高，孙敬不会轻易杀他。顾小姐，你也别太担心。你们快走吧，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好多兵马搜捕，若是发现了皇孙，那就糟糕了。我们顾家有庄田，皇孙若是需要的话，可以先去避一避。放心吧，我们自有安排。倒是顾小姐，今日不要再冒险出来了。耳朵，送顾小姐回去。是，顾小姐，请。给我搜，挨家挨户都不能放过。拿着我看看。还有你，站住，都是你的。怎么样？一枚的。这么一大早就开始搜查，也不知道谢长尔和老鸨能不能脱身啊？肯定可以。再说了，他们还要桃子结营，等一会儿就过来跟我们会合。我要见识见识这姑娘身上有什么可疑之物。小娘子，官人，竟敢脱你爷爷的衣服！看我这大胡子，不扎死你！大家互都不能放过。是。进来看看。进来看看。今天让你们瞧瞧爷我的厉害！报哥，闪开！闪开！活该！活该你们！二位，快，那边看看，快点快！你们去那边，是，上楼看看，是，走。安国，原来是安国。安国，娘娘，打听到消息了。自梁王登基之后，大都督震怒，不仅在京中加紧盘查，还招来了好些旧臣，不允许他们出宫，怕跟梁王有所勾结。派去给韩将军送信的人回来了吗？传讯回来，说暂时还没有韩将军的消息。不过见到韩将军身边亲卫的尸首，想必韩将军已经携太孙暂时逃脱了。没有音讯也是好事。咱们找不着他们，旁人自然也找不着他们。娘娘，现在京中人心惶惶，李逆率镇西军已进潼关，想必随时都会兵围西长京。现在正在令京中百姓加紧囤粮。孙敬已经急传命令，召回征百越大军。如果大军还朝，守义攻南，李逆未必能胜啊。那我们要……这不是紧要之事，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韩将军，确保太孙无虞，想办法传信给李逆。我有重要之事与他商议。今日若不是韩将军舍身救我，我又死了一回。殿下不必如此，这是臣之本分。孙敬的暗卫铁骑追杀得这么紧，可能是秦王兵马大胜，孙贼最后的垂死挣扎，丧心病狂而已。这几日狼狈逃走，时时遇险。不知道17哥自光复东都之后，有没有兵临西长京？等咱们摆脱了后面那支追杀的铁骑，就能知道外边的消息了。
几位恩公，刚才我借着买果子去街上打探了一番，每家铺子连同驿馆客栈，都在搜寻有没有异乡人，哪怕是有官府的录引，也要被细细盘查。几位恩公，先在老夫人这儿安心的住上几日，倘若有邻里知道了，老夫人自有一番说辞遮掩。若我们继续在杨阿婶这儿待着，只怕最终会连累他们。还是等天黑了，我们悄悄翻墙溜出去吧。陶子传回信来，说盘查甚严，但幸好已经找到了校尉，目前落脚之处也暂且平安。只是城中正在逐街逐房、挨家挨户的让李正清查，只担忧时间一久，暴露行藏。不过校尉机智，想必能想到法子脱身出城的。城里的暗桩，是否能联络到宫里的人？还可以，那再等一等，等校尉出城。是。我们的大军准备得怎么样了？不日就到达潼关了。好，我会先去拜望裴元，说如今皇孙和校尉身陷险境，我们崔家大军可以前去支援，要先请小裴将军将我们的大军放入潼关。你去传信，告诉他们好好准备。是。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即使我们入了刑藏，也不会连累杨阿婶。什么法子？杨阿婶的女儿杨七娘跟一个叫徐三郎的人定了亲，但是我问过杨七娘，左邻右舍都没有见过这个徐三郎。七娘，你们那日从城外回来，是去乡下亲友家了吗？如果到时候我们有机会脱身的话，恐怕你们还是要再去亲友家避一避才行，免得左邻右舍会起疑。那日去的，倒也不是外出，是我未婚夫婿的家，他叫徐三郎，与我定了亲。不过不巧，他出门贩布去了，不然那日也不能让我和阿娘出城去取粮食，遇着凶险。原来如此，杨七娘告诉我，她阿娘早就已经给她准备好了嫁衣嫁妆，就等着徐三郎来迎娶。我跟杨七娘年纪相仿，身段也差不多，等到时候你扮成徐三郎上门迎亲，我就穿上喜服，盖上喜帕，到那时大家只会认为我是杨七娘。花轿一坐，吹吹打打的往城外走，又有李正的嫁娶文书做担保，城门处也不会为难的。不行，若这么做，不仅让杨阿婶冒险，还会耽误杨小姐的终身大事。恩公救了老夫人和小女的性命，何出此言呢？此计甚妙，不过是顶着小女的名头送嫁，又何谈冒险呢？等三郎回来了，我悄悄地把小女送过去，与他拜堂即可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更何况，恩公曾救过我们性命，只有恩公脱险，老夫人心中才得安宁嘛。多谢阿婶相助。十七郎，咱们快快出城才是上策。如此，多谢杨阿婶。停停！这位君爷，今日娶妻，这是李正出的婚嫁文书。城外徐家庄的徐三郎，要娶杨家七娘。是，今日娶杨七娘。来，这是东街贺家的喜饼，给君爷垫垫基。都说贺家的饼好吃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粮食了。走吧，谢谢君爷。走。皇孙这次虽然拿了人家的衣裳，却把刚才那身喜服放在了人家院子里，这可谓是以物易物。跟之前的不问自取相比，还是长进了不少。这之前不是事发突然吗？其实，
我还挺喜欢穿这身喜服的。校尉，校尉，桃子，刚刚公子传信来说，我们崔家军的一队人马被孙敬的人给冲散了，所以他希望我们尽快前往，一起回潼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改道会合吧。皇孙这是要回潼关吗？虽只100里，但是此处地形复杂，我还是陪着你去了。如此说来，皇孙这是担心我跟大军会合，会对潼关不利。那是当然，你这诡计百出，我定要亲自盯着你才行。走。公子，桃子传回讯来，校尉已经出城了。李逆呢？眼下还与校尉在一起，大约不日就能回到潼关。我们的大军安顿的如何？一入潼关，安顿好了。你来看看我写的字。欲西城，而必后患。这几个字神气完足，笔意丰满。看来公子已经痊愈了。伤势自然是痊愈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应该拿过去的错误作为教训，以绝后患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崔林派人传书来说，可以和我里应外合。收复潼关，以此来换取我退兵瀛州。崔林乃是崔乙的独子，崔乙自出瀛州，明显志向远大，意在天下。如今崔林出师不利，在潼关养伤，传这书信来，倒是有几分情理。当年所谓国朝3杰，与我并称的除了裴宪，就只有崔乙了。崔乙那老儿自从死了老婆之后，成天像发了疯一样打仗。如今眼下这局面，他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但是，就算他意在天下，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崔家瀛州被围，他的这个儿子崔林不就坐不住了吗？哼！大都督，这崔林虽然言之凿凿，但他明明与镇西军颇多来往，大都督还需防着，此中有诈。这小子想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，还嫩着呢。给崔林回个信儿，告诉他，派人跟他里应外合可以，但是必须等到潼关落到我手中之后，我才会撤回派往扬州的大军。是。殿下，韩将军，此处可还住得惯吗？华阳镇甚是清静，只是这里距离西长京不远，咱们住在这里真不会有危险吗？恐怕没有人能想到，我们会选择距离西长京这么近的镇子落脚。所谓灯下黑，不过如此。何况孙敬近日为镇西军所困，正是焦头烂额之际，咱们且可安心住一段时日。韩将军，殿下有话直说吧。梁王叔登基之后，孙敬还会一力追杀我们吗？只怕比之前更甚。梁王虽然登基，但天下正统其实是在殿下您。您才是先太子的唯一血脉。孙贼亦深知，如果能生擒殿下您，自可以挟殿下以令天下。梁王叔，我不太记得他长什么样了。他
他之前也不常进宫来。其实梁王并不族类，唯有梁王之子李逆。如今梁王登基，只怕17个会吗？殿下可别轻信了人心呐。给。这哪来的果仁啊？萧伟给取了个别称，叫干果。干果。哦，听说这个可不好买了，我尝了尝，的确好吃。萧伟知道我喜欢，就多给我拿了些。多谢这个桃子妹妹啊，我可是托了这个，够了，托耳朵的福啊，才能吃到这么香脆可口的干果。哎，这干果还真有些好吃呢。什么叫托我的福？桃子不是对咱们每个人都很好吗？你没发现吗？人家桃子妹妹对你特别的好。不是，桃子她人就很好。哎，不是她怎么走了？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还不快去追啊？为什么呀？你再不去追啊，桃子妹妹就给你下毒了！快，走！桃子，这次没能想出法子破城，反倒打草惊蛇。看来我们要再做打算，看将来如何收复西长京。等将来收复了西长京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到那个时候啊，肯定也就不打仗了，我就迎太孙回朝，劝说我父亲立太孙为储君，然后我再回劳兰关。你呢？回瀛州吗？梁王都已经登基为帝了，你是皇帝的儿子，不留在京中，难道真的要回劳兰关吗？我喜欢劳兰关，不喜欢西长京。不然，我当初就不会找个由头犯错，让先帝贬我去劳兰关了。那当时你是梁王的儿子，10几个皇孙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，自然会来去自如了。现在也没什么不同啊，父亲喜欢我的兄长们，就让他们陪着父亲吧。你呢？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会回瀛州吗？怎么？皇孙是怕我崔家军会和孙敬一样，志在西长京，不愿意回瀛州了？我当时出瀛州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心愿，希望可以战乱平定，天下太平，让百姓们都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。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可以收复西长京，那肯定就是天下太平了，为何还要再起战乱纷争呢？是，在下小人之心，希望校尉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见怪。哼。那天下太平后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我呀，我还没有想好。天下之大，如此辽阔。劳兰关我没有去过，还有很多地方我都没有见过，所以我想都去见识一番。你想游历天下，那你会来劳兰关吗？终有一天，我会去劳兰关的，去看看你说过的大漠烽烟，还有那条劳兰河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谁对？桃子姑娘，你别过来啊！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我怎么了？我又惹你生气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惹你生气啊。不知道，你就想想喽。什
是不是因为我说错什么话了？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说话。那你说说看，你说错什么了？我榆木脑，你给我走开！你，哎，桃子，大不道。娘娘，韩将军那边来消息了，说是太孙暂时安定下来了。太好了，真是神佛庇佑啊！恭喜娘娘，暂时能够安心了。前几日大都督刻意遮掩兵马调度，我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儿。是大都督发现太孙所在？若是为了抓捕一个孩子，会出动这么多兵马吗？那是冲着东都洛阳，还是增援瀛州？我也不知道。派去给李逆送信的人，可有消息传回来？说是还未见着李逆，所以暂时没有消息。指望大都督不是冲着潼关去的。也许是我自己想多了。在想什么？我想起了第一次出征，从福远门出西长京。那个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归德四阁。过了几年，军功累积，才升了怀化忠侯。跟着上司进京续职，只觉得京中繁华，跟沙场的风沙相比，简直是恍若隔世。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些？你看，太阳就要落山了。太阳照在宫殿的琉璃瓦上，跟照在西北的黄沙上，都是血一样的红。阿静，没事儿，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往事。那一日，在一罗卢城外，我率领10万大军，在残阳如血中，等待着冲锋的号角。虽然有千军万马，但是四野茫茫，别像今日这般寂静。我什么都不怕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。李逆那小子，以为占据了潼关，就可以逼迫西长京了吗？阿静，我不想再听这些事了。等世间太平，你我可以去骊山多住些时日。
一定去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可都生气2天了，打尖儿的时候也不理谢长儿。哼，他是谁啊？打劫的时候为什么要搭理他？前面有异响，估计这附近有军队，只是不便敌我。先停一停。校尉，我们被冲散的那队兵马就在前方了。嗯。老三，你再忍一会儿。怎么孙敬的兵马就突然冲出来了？怎么崔家军就里应外合袭击咱们呀？潼关呀，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潼关。小裴将军，咱们这西军死了那么多兄弟啊！小裴将军。如何？石七郎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刚才入营时啊，你就发现不对，让我喂马的时候留神一下。我细看了，发现他们的粮草辎重没什么折损。若是按桃子说的，这支崔家军被大军冲散，那么多少有几分狼狈。可他们军容整肃，不像是近日遭遇了强敌。桃子，是公子给你传书说这队人马被大军冲散，所以叫我们来会合。是啊。怎么刚一来你就给我打了热水让我洗漱？可现在不是炊事，为什么会生着火呢？什么意思啊，校尉？我总觉得不对。若是被大军冲散的，自然会处处警醒。怎么会不在炊事？还生着火呢。可这里确实是我们崔家军的营帐啊！刚刚咱们也见了领队将领，他也说是被大军冲散的。校尉，你到底是觉得哪里不对劲？刚才我入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马蹄铁磨损严重，士兵靴上也满是污泥，像是一路急行军到此。若被冲散，8成还是要等一等本营大部，又或是派一队过来探访，不至于急行军。所以我才让你借着喂马去探一探。石七郎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阿英，既然你已经平安到这儿了，那我先回潼关了。我们一起走吧，这儿距离潼关不远。既然都会合了，咱们一起去潼关。好，都跟上！后面都跟上，后面的都跟上。没事。哎，老三，慢点，老三，后面都跟上。去呀，快去呀！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，啊，去呀！去。桃子姑娘，我知道我自己说错什么了。你说错什么啦？老爸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了，都怪我嘴笨，我不会说话。其实我那天是想说，你善良和气，你对所有人都很好，我是想夸你来着。我也知道你对我格外好，可是我好像还是没说清楚。
行了行了，笨嘴拙舌。桃子姑娘，其实我想说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所以我也想对你很好。好了，我知道。真的？那你不生气了？你知道你不理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可难受了。那就要看本姑娘的心情了。掐！来了，好像有马蹄声。老二，你带上老三进去避一避。就算我只有一条胳膊，我还能站。这个姓崔的，我恩负义，咱们好心救了他和崔家军，他竟然这样暗索咱们这西军。今天就算战死，到了地底下做个冤魂，我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好，把重伤的兄弟藏在树林里，轻伤的兄弟拿起兵刃，随我迎敌。好，后面都跟上。怎么样？前方有队人马突然停了，但他们人数不多，不知是敌是友。那就迎上去，是敌便杀之。好嘞。小北将军，今日能跟你战死在这儿，是了。好兄弟，兄弟们，杀！十七郎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在潼关吗？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十七郎，你怎么才来？我们死了这么多兄弟！杀了这个崔家的，为这西军报仇！是，张哥，这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崔家军卖了潼关，勾结孙敬里应外合，还死了这么多兄弟。你说他是自己人？十七郎，你不能再被他诓骗了。他和姓崔的早有预谋，把你们几个诓骗到西长京。崔家军在潼关里面和孙敬里应外合，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，把潼关给卖了。妖女，我裴某和你不共戴天！阿莹，何小伟，这都是你们谋划的，所以你非要陪我去西长京，说什么可以解瀛州之围？不是。回潼关途中，你说你们崔家军有一支军队被冲散了，需要会合。你明知道我不放心，一定会护送你去会合。但其实这就是调虎离山，为的就是拖延我，不让我回潼关。我说我全然不知情，你是不是不肯信？石七郎，你不能再信他了。从交锋到现在，
管说什么你都不会信。但这一次，我确实不知情，也不曾谋算你。带着你的崔家军给我滚！下次再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就劫一个，杀一个。放人！没想到咱们前所未有的大败，竟是因为被姓崔的这个小人所出卖。收拢我们的人马，慢慢推向洛阳。知道。小伟，吃饭了。潼关计事，公子定然是谋划好的。我刚刚已经盘问半天了，领队的嘴巴很严。只肯说是公子遣他们出来的，还说让他们务必要行得远一些，好将我们远远引开。其他的就一句不肯再多说了，只推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小伟，多少吃点吧，吃完了咱们再做打算。嗯。这个李妮也真是的。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冤枉你，明明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还非要说你跟公子是串通好的，真让人生气。咱们崔家军害得他们镇西军失了潼关，又折损了大半兵马，确是事实。一经而处的话，我也未必会冷静。但是我总以为他是会相信我的。好了，不许再多想了。好歹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我想他肯定会想通的。哎呀，你看你。石七郎，你怎么不叫醒我呀？你这可是守了一夜啊！我不困，守夜没什么。你知道，何校尉不管怎么诡计百出，但他为人还是坦坦荡荡的。就算是他骗了咱们，他也不至于不敢承认吧？
莹，可算接到你了。你把潼关卖了？阿莹，孙敬答应了，只要与他里应外合拿下潼关，驱除镇西军以后，他会立马撤回派往瀛州的大军，副帅那边自然就解围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副帅被孙敬的重兵围堵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和镇西军是盟友啊？城下之盟而已。李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反复无常，谁知道他若是将来拿下了西长京，那是不是就要立马出兵瀛州，逼迫我们崔家军，逼迫副帅呢？你怎么能事先不跟我商量就如此行事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崔家军好。镇西军不过就是折损了些人马，失掉潼关。李逆既然如此厉害，他完全还可以自己打回去啊！瀛州之围迫在眉睫，难道我不应该救副帅吗？救自然是要救的，但是镇西军是出于好心才收留我们崔家军。论道义，你不该卖了潼关。我明明是为了解瀛州之围。阿莹，若是因为你对李逆亲言有加，便公私不分，如此质问于我，你觉得公平吗？公子，就属下追上去吗？桃子在他身边，他不会走远。等他想开了，自然会回来。小伟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。其实，公子也是为了咱们瀛州。我知道，但他这样做事，分明不义。你别难过了。不是难过，是……你是在担心皇孙会一直想不通，一直误会你吗？算了，以后不要提这个人了。既然他如此不屑我，那以后见面就是陌路人。以后再见面，恐怕只能兵戈相见了。兵戈相见，咱们也不怕。皇孙再厉害又怎么样？论带兵打仗，他肯定打不赢咱们大将军。说实话，出瀛州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天下苍生何其无辜。孙敬这个人，横征暴敛，好大喜功，耗费兵力征战百越，何泽而语？唯有跟孙敬抗争，直至平定天下，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李家居然有李逆这样的人才。其实，无论从声望、品德、才干，他都是那个可以平定天下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。小伟，你从前可一直觉得，除了你自己，除了咱们崔家军，没人可以平定天下的。是啊，但我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一个人。不过，以后可能就是敌人。
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公子一定很担心你。眼下只有先赶回瀛州了。早点回去见到大将军，大将军一定很开心。好。等会儿我给你拿一些吃的。近几日陆续收拢的镇西军，还有从潼关退出来的都在这儿了。但是我们如此狼狈的去洛阳，怕林子王会起疑心。我那位兄长，志大才疏，心眼又小；我那位次兄，最是话头不够。他在我兄长旁边，也不知道会出什么馊主意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退回洛阳呢？咱们既失潼关，又只收拢了这些兵马，林子王的确会起轻视之嫌。但只要你爹还率着镇西军后迎大军，他就不敢怠慢咱们。你瞧着吧，他8成会派一个人过来，故作嘘寒问暖一番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说，林子王听闻我们退出潼关，急忙从洛阳调了人手，派人押粮食辎重来慰问相助。石七郎，还真让你说中了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收下了。传令下去，在此扎营，整顿数日，再前往洛阳。是。大哥，上次你说李逆大败，要派人送些粮食辎重去，以作慰问。我也派人送去了，可没想到，他竟然全都给收下了。大哥，这就是李逆的奸猾之处啊！他明知此番大败，必定是由大哥收留他和他的残部，却还舔言收下了大哥的馈赠，这就是打算明目张胆地投奔大哥而来。大哥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。可镇西军还有数万兵马被裴宪统领着，都在后方待着呢。大哥怕什么？只要他李逆进了洛阳城，大哥可以跟朝臣商议好，问责他兵败潼关之事。如此，不是轻而易举的就能解除他的兵权吗？那要是万一裴宪不服呢？父王已经登基了，是君主。他若是不服的话，就是欺君罔上。欺君罔上之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此话有理，我马上让人写信给李逆。他既然大败，那就带着残兵败将速速回到朝中，听候朝中差遣。大哥何不趁此机会一并除了心腹大患？你说的是崔家军？正是。大哥之前不是借了一队轻骑携着重弩给了那崔离吗？只可惜这崔离行事毛躁，让崔林逃了，结果反被这李逆所救。我也是担心崔离不懂事暴露此事，岂不是很头疼啊？大哥，此时正是让崔离谋杀崔林最好的时机啊！你想，崔林刚刚卖了潼关，李逆对之恨之入骨啊！而且如果这时候崔林死了，崔乙也不会怀疑，他一定觉得是李逆所为。崔乙只此一子，若是他老来丧子的话，他一定会跟李逆不死不休的。妙啊！逆弟自闻潼关兵败，心痛不已，夙夜忧叹。前番送笔出粮草，恐不足用，速带残部返东都休养。兄，林思王让我们速回洛阳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大概是觉得潼关这一败，正好能失去我手中的兵权。这人打仗不行，成天到晚只会动歪脑筋。父亲指派的兵马，应该过几日就到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咱们得好好谋划粮草之事了。传回消息。你派人去答复李逆，如果他能够信守承诺，保证迎回太孙，确保太孙长大成人，
继位亲政。大魏回到先太子正统，我就答应了。是。父亲突然召婉娘来，不知有何要事。哦，为父刚刚得到消息，征百越大军败了。据说大都督十分震怒，命令严密封锁消息。可是这种事情，常常越是封锁，消息就越是传得快。父亲怎么看？依我看，如果是真败的话，消息绝对不会传得这么快。父亲觉得这是孙敬的计策。没错，这正是孙敬的引蛇出洞之计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谁敢轻举妄动的话，便正中他下怀。阿英，公子，桃子，我有些事要和阿英说。是。阿英，军中暗线传来消息说，孙敬征百越的大军败了。阿英，你心里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公子此番连我也骗了进去，不过是心寒而已。是因为孙敬答应咱们从瀛州退兵，所以我才拿潼关作为交换的。那你为何要瞒着我？又为何要骗我？阿英，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同长大。不论你怎么想，我都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。我从未想过要瞒着你、诓骗你，只是因为你和李妮一起出去，我不想让她知道而已。公子此番好算计，算准了，只要我跟崔家军会合，李妮必然会跟着去，然后你正好行事。我是真的为了我们崔家军着想，我现在也是真的很想知道，你此时此刻是为了谁在着想，又为了什么事情而在气恼？难道因为一个李妮，你就要忘记根本，忘记咱们为什么从瀛州出发吗？阿英，公子回去歇息吧，再多说下去也是徒劳无益的。如果算得好的话，我们能用手里这1万兵攻破西长京。你要以1万破10万？孙敬不是想引蛇出洞吗？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他佯败，我就让他坐实真败。石七郎，我有急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过来吧。啊，还不能当着我面说啊？小伟，你跟公子吵架了？没事。对了，京里传来消息，说征百越的大军败了，孙敬此刻正在封锁消息。这么说的话，孙敬身边岂不是没有多少兵马？小伟，咱们要不要赶紧通知大将军，来个2下里回身包抄？先不用，此事我觉得颇为微妙，未必不是孙敬的计谋。那皇孙，那个谁，你不让提的那个人，他会中计吗？他断然不会。
他胆大心细，很少被诱之以利。孙敬阳败，我想他定能识破。而且这件事对他来说，应该是个机会，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是吗？那他会如何做？他会将计就计。你是说崔丽仍在河边缩水埋伏？没错，咱们要与裴大将军派来的人马会合，并设下大营。你是知道的，按咱们镇西军的惯例，选营地之前，必须派出分队巡出数十里。我的小队走得远，正好碰到崔离带着人马行军，看样子是要连夜设伏。崔离既然设伏，自然是冲着那个崔公子去的呀。不过，眼下何校尉可是跟那个崔公子在一起，咱们是救还是不救啊？不救，真的不救？不救。哎。公子，崔林一行人大约一炷香时间便到。传我命令，让弟兄们做好准备，打起精神。一旦击杀崔离，所有人重重有赏。是。这次再行事，务必要成功啊！此次若不能击杀崔离，便会失去临淄王李俊这个强人。而且一旦崔林回到军中，他和伯父都不会放过。无论如何，崔林必须死。
还以为你要射何校尉呢。我看你就是嘴硬心软。成功了。殿下，此次击杀崔林，属实是冒了天大的风险。不过，为了殿下的大业，倒也值得。崔公子辛苦了，本王都记在心里面，应许你的，分毫也不会少。殿下大恩，崔离谨记，日后定誓死效忠殿下。我是崔家军主帅，平凉大将军崔乙。你上来，想来有活路。大都督命我等攻瀛州，逃阵者杀，敢降者杀。我全家老小都被里长看管，我若是降了，我全家都没活路了。孙敬的兵马被咱们坑了一半。还有一半仓皇逃走，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跟在他们后面，直捣西长京。大将军，
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公子率军返回营州的途中遭遇埋伏，受重伤落入水中，现下落不明。公子身边的人呢？何校尉呢？公子遇袭之时，镇西军恰在左近，救了一些人。镇西军的主帅李逆写了一封信，差人过来送给大将军。崔大将军，逢崔家军遇袭，恰在左近，昔为之晚矣，令公子堕河。幸其救得阿莹，深可为大将军之幸。阿莹安然无恙，于镇西军中休养。唯望大将军率大军与镇西军同取西长京。李逆这个无耻之徒，狂妄至极，竟然敢胁迫我！太烫了，一会儿再喝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公子或许被人救了呢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哎呀，也许公子被人救了，但是在养伤，所以一时无法回来。好了，桃子，你别安慰我了。他本来身子就弱，又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落在湍急的河里，只怕是再也回不来了。他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其实在我心里，他跟我亲生兄长是一样的，但没想到，如今他居然死无归所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，可你身上也有伤，这不喝药怎么行嘛？咱们把伤养好了，还要赶回营州去见大将军呢。李逆这个坏人，竟然把咱们扣在这太清宫，还不肯放我们出去，他这是把我们当犯人关起来。不都说了吗？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他。你去找一些国府蜜饯吧，这样等你回来，药刚好凉了，我可以一口气喝。这太清宫里怕是没有什么国府蜜饯，又不能出去买。哎，要不我让他们给我2升麦子，发一些麦芽，给你熬麦芽糖好不好？我这就去。你为什么把药倒了？我是害了镇西军的罪人，我不是要死得快点，岂不是更重你下怀？其实你当日根本就没有必要救我。如果我和公子都死了，也能让你出口恶气啊！我不会不救你的。我不需要你救，
当日不需要，如今也不需要。你们镇西军的人是不是群情激愤，一定要杀了我跟桃子报仇？所以你才把我跟桃子都关在这太清宫，用你的亲兵守卫，不就是怕你们的人想冲过来杀了我们吗？阿英，我想明白了潼关的事，事先你应不知情。你为人心高气傲，从来都是用阳谋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不屑去用，且不顾大局，不是你的做派。若真是你做的，你也会坦然相认。所以，是我冤枉你。你没有冤枉我，是我，就是我害死了你军中的兄弟。你一刀杀了我好了，何必在这假惺惺的要救我呢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不应该不相信你，但那日事发突然，我们镇西军死了这么多人，我才会理智全无，才会误解你。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校尉，你说巧不巧？本来呢，我正发愁呢，做麦芽糖啊，怎么着也得2日吧。哎，没想到厨房那儿有洛阳送来的点心，说是给李密的，我不由分说先拿了一点来。我试过了，没有毒，味道还不错呢。哎呦，这是怎么？没什么，药我刚才喝了。屋里刚才进了一只老鼠，我随手拿东西去砸，老鼠没砸到，东西却散了一地。你说啊，这堂堂镇西军统帅，哎，学什么不好，偏偏要学老鼠。这老鼠拿了蜜饯来，还惹得我们校尉不高兴，白白浪费我1碗药。好了，我再给你熬1碗药去。